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这个影片我将会和你介绍10本帮助我从一个穷屌丝到积累超过100万资产的书籍。那这10本书籍呢，都是我在财富积累过程当中给我带来观念上和方法上非常重大启发的书籍。在影片当中呢，我也和你分享每一本书籍我所推荐阅读的原因，让你可以从中开始选择最适合你的来阅读。全球顶尖的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处，那就是大量阅读。CEO 们平均每年都会阅读50本书籍，那如果想要跟上他们的步伐，阅读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第一本《贫穷的本质》，巴菲特背后的男人查理蒙格就说过，告诉我会死在哪里，然后我永远都不会去那一个地方。想要让自己变富，首先我们就要知道穷人为什么会变穷。《贫穷的本质》这一本书就会用科学和研究的方式来告诉你穷人的思维模式、穷人的行为模式是怎样的。只有深入的了解穷人的生存方式，知道贫穷的根源，我们才能够从中避开贫穷的陷阱，做出正确的改变，真正的逃离贫穷。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寒门出身的，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木屋，家里经常都会为了生计而烦恼和吵架，而木做的房子还曾经被大火给烧掉过，雪上加霜。所以呢，我在中学的时期呢，就已经开始打工，经济独立了。那读过这本书之后呢，就深有感触。书中给我带来最大的启发就是，穷人是缺乏远见的，没有长期思维，没有给自己的未来设下目标，付诸努力，所以才会没有办法扩展自己的财富。第二本，人性的弱点。那如果你追踪我的频道，就不然会发现到我经常都会推荐这一本好书的，它是启发我开始自我提升，成为一个成长型思维的人的一本书。我在18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本书了。书里面的故事和一句话深深的启发了我，自卑之人自有可怜之处。让我开始从一个喜欢抱怨自己的不幸，抱怨各种世界不公平的人，转变成一个愿意积极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一个积极的人生掌控者。而且也让原本性格内向的我开始结交许多的朋友和关系，同时影响更多的人。因为这本书里面就收录了许多实用和常青的影响力法则，非常推荐给朋友少的朋友一探究竟。毕竟在一生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目标都是需要其他人的帮忙才能够完成的，也包括了赚钱这一件事情。第三本，《富爸爸穷爸爸》。虽然有部分的人会阴谋论的说，作者罗伯特清崎是一个编造故事、卖课程、卖桌游的骗子，旗下还有过公司破产，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富爸爸》系列书籍里面有趣的故事和简单的理论，让这本书畅销3200万本，同时也是大部分人财商的启蒙书，也包括了我自己。那这本书呢，可以让你了解到4种职业现金流的模式，学会如何最终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和投资者，而不是用时间来换薪资的自雇人士。这也让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就开始注册生意，体验到了被动收入这件事情。只有当你的被动收入超过你的生活成本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财富自由。那可能平时大家学习都很忙，会担心自己没有整块的时间来阅读我推荐的书籍，所以这次呢，我给大家准备了粉丝福利，喜马拉雅国际版的 App 喜马拉雅平台30天的免费试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人性的弱点、富爸爸穷爸爸都会在这个喜马拉雅上可以收听到。大家可以利用平时上班通勤、做家务、做饭的时候等的零碎时间，打开喜马拉雅听书，既能够有效的利用时间，还能够增进自我。另外在上面还有好业频道的直属内容，21堂课迈向积极人生和财商说书课。在平台上面就收录了5万多本中文有声书，无论你是想要投资赚钱、教育孩子、了解历史、治愈内在创伤、提升沟通能力、充实职场技能等等，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有声书。现在你只要点击影片下方简介中的连接，并使用好业粉丝团的专属兑换码 METTER， 就可以在30天里面免费畅听完整版的世界好书了。反正是免费的，30天内不喜欢再取消就可以了。但好业相信喜马拉雅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值回票价的。领取了福利之后，我们再回到来第4本书，致富快车道。很多理财书籍都会教你多存一点钱，不要外带咖啡，省起来拿去投资基金理财的，30到40年后你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了。而这本书则会告诉你，你选择这种方式的风险所在，比如没有人能够保证在未来40年里面，疾病、病毒爆发、诈骗、经济崩溃、失业这些不可控的外在因素不会找上门来。特别是我们身处在 VUCA 的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复杂和模棱两可的，想要安安稳稳的熬过这40年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会发现到，大部分白手起家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其实都是因为有了自己一门的生意，而不是因为打工的。而这本书就会教会你如何透过打造生意的方式，来创造一个致富的快车道，让你了解到资本获利的力量，以及一门好生意所需要的几种特质。走不寻常的路，你才能够得到不寻常的结果。第5本，每周工作4小时。想打造自己的生意，那我们就要学会多腾出一点时间和自由来开始。这本书奠定了我一开始的工作模式，从第一天开始就以不受地区和时间限制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事业。那目前我们公司团队全部都是以远距工作的方式来进行的，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休息时间和工作项目，一切都是以结果为导向。当然我也不相信每周工作4小时的理念，就算是作者本人也是做不到的。但这本书里面的6法则将会协助你从朝9晚5的996生活解脱出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时代，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灵活性。第6本，一人创业。刚刚说到致富是要靠创业，那如果你对创业有兴趣，但不知道从何开始，那么一人创业这一本书将会帮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商业点子，而不是人云亦云。从确认利基点、资金准备到营运模式等等，帮助你建立基本的商业架构。里面没有艰深难读的理论，全部都是简单易懂的知识和接地气的案例。事业该从何做起，后续应该怎么样维持，以及什么时候应该要放弃，作者都会在里面详细的和你解答。而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这本书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市场价值。第7本，精益创业。说到创业，很多人都会踌躇不前，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民众创业1年内倒闭的几率高达 90%， 而存活下来的 10% 当中，又有 90% 会在5年之内会倒闭。这也就是说，能够撑过前5年的创业家只有 1% 而已，前面5年阵亡的几率高达 99%。 而精益创业这本书就是教会你如何利用最小成本的方式去测试市场，做一个 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 最小可行性产品，在达到了 Product Market Fit 之后呢，再来加大投入，这样做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你创业失败的风险。这也是我喜欢的创业方式，先测试再发子弹，而不是一头栽下去，钱没赚到，可能还因为借债去创业而负债累累。第8本，原子习惯。我们人就是习惯的产物， We are always what we do. Excellence is not a choice, but a habit. 这是我最喜欢的格言。不管是创业、工作还是赚钱也是一样，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会帮助我们对于目标的推进，而坏的习惯却拖慢目标的进度，甚至还会带来涟漪效应，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其他层面，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目标。比如说，如果你有酗酒的习惯，那每周至少都会2-3天到夜店又或者是酒吧去买醉，那么喝醉了之后呢，第2天是不是就会让我们非常的晕厥？而不管你是打工的还是自己做老板的，这样的数据状态肯定就会让我们状态不佳，影响到工作效率，表现得非常的糟糕的。好的习惯就会让你做事有干劲，积极的面对生活，更容易的成为一个人上人。原子习惯这本书就可以帮助你从生活上启动微小的改变，给你带来巨大的成就，让你战胜拖延，更积极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第9本，获利优先。创业虽然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很多人开始创业之后却成为了自己生意的奴隶。他们努力工作，投入自己毕生的存款，到处的借贷来延续自己的生意，但却没有真正的赚到钱。获利优先 Profit First 就是教会你如何把这些生意从一个吞钱怪物转变成一台吐钱机。作者麦克米卡洛维兹是一个创业天才，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却是经常处在于债台高筑的情况。但自从他创造了获利优先的模式之后，不只帮自己解决了生意上的问题，还帮助了把超过1万个企业家的生意转亏为盈。获利优先主要围绕着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在还没有支付自己的开销之前，先给自己支付盈利，根据自己目前的能力经营生意，而不是希望某一天可以转亏为盈。第10本，商业教练。如果说一人创业可以给你带来商业点子，致富快车道检验你的商业模式，精益创业教你做产品，那么这一本商业教练就是让你的生意得以实践，开始用公式和流程打造一个能够让你自动赚钱的系统，扩大销售额，学会如何让一个小生意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唯有完善了企业的自动化系统，完全放手给职员去打理，然后你定期的去收钱，达到了这一步，
你才算得上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然的话就只能当一个什么事都亲力亲为的小老板而已。最后再给大家送上一个百万富翁 Monas 的推荐书籍，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这本书可谓是我的心灵鸡汤，每当感到迷惘的时候都会翻开来看一看，每一次的重刷都可以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启发。时间管理4象限的鼻祖就是由作者史蒂芬·科维所提出的，里面的7个习惯：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优先、双赢思维、知彼解己、合作共赢、打磨利器，都是我们在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法则。尤其是以终为始这一条，如果你没有思考过自己要什么，要有什么样的目标，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来就开始要赚钱要成功，把一切社会给我们强加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目标的话，那么过程就会很辛苦，可能设定的目标也未必是自己内心想要的，自然的就没有动力去完成。为此，我在几年前就以终为始这个法则为基础，做了一个葬礼游戏的影片，帮助大家一步步的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再推导设定出自己的目标。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一部影片和这一本书哦。最后，商业教练和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这2本书也是在喜马拉雅上面可以收听到的，大家记得去点击我资讯栏的链接，使用 BETTER 这个优惠码去免费领取30天的试用哦。好了，以上就是帮助我持续成长、提升财商和赚钱认知的11本好书。这11本书里面总共加起来才不到$250，但保证可以让你吸收超过价值100万的思维，好过任何教你快速致富的课程。我相信正在观看影片的你也都是爱学习成长的朋友，也请大家留言告诉我，这11本书里面你读了哪几本，而哪一本又是你最喜欢的。好啦，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我们下一集再见。